大家好，我是牛奶。这便是莽荒古域的兽潮吗？果然是可怕。在看到那一眼看不到尽头的兽潮时，萧炎忍不住地倒吸了一口凉气。可魂玉却在此时跳出来表示，作为领头人，自己愿意以身作则，充当先锋。条件是自己的人一旦力竭，他们就得为其提供庇护。在场的不少人都觉得，有人主动揽下最危险的工作是一件好事，但还是有些头脑清醒的人同萧炎一样，明白魂殿之人绝不可能如此大公无私。队伍以箭矢般的阵型扎进兽潮以后，几乎没费太大的力气就向前推进了将近1000丈距离。薰儿却是在随手甩出一道劈链，将两头对着他们这边冲过来的凶兽震死后，面色凝重地提醒萧炎他们多加小心，因为再往里面一点就会出现斗尊级别的凶兽，一旦被缠住陷入兽潮，将必死无疑。萧炎听到这话，点头之余，目光瞥向了队伍的最前方，看着魂玉等人似乎是很卖力的在打凶兽的样子，萧炎一下就明白了魂玉的真正所图。果不其然，当队伍推进到薰儿所说的位置时，一直顶在最前方的魂玉等人突然消失了踪迹。此时前方的凶兽已经凶残到众多强者联手攻击都不能迅速地将他们击杀了。更悲惨的是，左右后方的凶兽也都红着眼疯狂地对着队伍冲击着。随着队伍的慢慢停滞，人群中终于开始出现伤亡，周围传来越来越多的凄厉惨叫声，刺激着在场的每一个人的神经。巨大的压力之下，众人急忙推动着整个队伍前进。一群群被后面推出来的强者退无可退，只能拼命地爆发攻势，直到精疲力尽后被凶兽当糖豆给嚼了。而当这些人被凶兽啃死之后，那队伍的最前方再次有着一群人被队伍的推进强行顶出来，如此循环往复。大部分人为了活命都在拼命地向前冲，只有极少数人保持着理智，控制着自己的小团队，不至于被人类的推动挤到最前方。萧炎就是其中之一。随着队伍的急速缩水，其中一些达到6星甚至7星的斗尊强者也开始陨落了。萧炎这才勉强在混战里看到了位于队伍最后方的魂玉一行人。萧炎哥哥，这支队伍快要彻底破碎了，到时候若是魂玉等人率先动身，我们便跟上，后面的路便是得靠我们自己了。萧炎目光扫动间，薰儿的声音突然传进他的耳中。闻言，萧炎不着痕迹的微微点头，无心为那些被利用的大冤种们感慨。萧炎专心的解决起了面前的凶兽。魂玉并没有让他们等多久，当一头浑身黝黑、实力极强的凶兽突然出现时，魂玉等人一个闪身便飞快地越过人群，闪过巨兽，潇洒离去了。萧炎见状，一声冷哼，也是飞快地领着众人跟上。而萧炎他们身后又是有着好几拨人同时飞掠而起，伴随着这些中坚力量的掠走，余下的上百人结局已然注定。没等萧炎他们离开太远，那些个凶兽就结束了战斗。萧炎听到后方传来那略微有些熟悉的兽吼声时，立马闪身到了队伍的最前方，沉声道：各位都小心一些，先保持先前的阵型。青阳兄，你我一起在前开路。古青阳也明白，一旦那些凶兽的注意力从后面那些家伙身上收回，他们的压力将成倍增长。几乎没有犹豫的就闪身到了萧炎的身边。萧炎召唤出异火，就凝出了一道100丈庞大的火龙。火龙负责前方开路，潘海印负责中期巩固。位于后面的薰儿、彩铃、云韵、小医仙等人则负责周围试图靠近的凶兽。不过眨眼间，萧炎他们便是冲出了数百丈的距离。虽说施展斗气异火攻击消耗是有些大，但萧炎丹药多呀。可越到后面的凶兽越难缠，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萧炎他们的推进速度变得越来越慢。杀不完的凶兽，未知的路程，让得众人的心头都是一片沉重。直到萧炎闪电出手帮古青阳解决掉一头准备偷袭的凶兽之后，薰儿突然出声道：魂玉他们不见了。他们闯过去了？古青阳精神一振道：终于要到尽头了，快加速！萧炎兴奋一笑道。眼前的希望让众人原本有些迟缓的下手再度变得凶悍。
接连震退好几头实力几乎达到了9星斗尊的凶手。众人一鼓作气，又是一记连头攻击，狠狠地轰在前方一头足有100丈庞大的凶手身上。快速地越过他，萧炎条件反射般的已经准备好了攻击下一头凶手了。然而没有，抬头一看，周围空空荡荡的，回过身来10丈开外的地方，无数的凶手正瞪着猩红的巨眼对着他们疯狂地咆哮着，但不知道为何他们却是怎么样都不敢冲过来。萧炎见此情况，本来松了一口气的心顿时又提了起来，因为这意味着他们身后是更加凶残的存在。可身后有的是菩提古树啊！望向身处那棵树荫极其庞大的古树，萧炎的心脏跳动的剧烈。魂族的人恐怕已经过去了，我们也快点。强迫自己平静下来后，萧炎沉声道，随后顾不得休整，便率先对着那远处的古树暴掠而去。薰儿等人见状急忙跟上，他们身后紧跟着出来的天妖皇族一行人自然是更按耐不住。萧炎等人速度奇快，数千丈的距离不过短短几分钟就到了。然而萧炎等人抵达菩提古树100丈之外时，却发现魂族的人竟然老老实实的在这里等他们。有古怪，都小心一些，萧炎低声叮嘱道。随后在魂玉等人身后不远处缓缓地落下身来。菩提古树的清气令得在场的众人都觉得一阵心旷神怡，但很多事大家心里也都门清。不多时，天妖皇族以及其他几支队伍也都迅速赶到了。九凤带着众人缓步上前就笑道，几位好不容易到了这里，怎么反而停了下来？萧炎闻言没搭理他，前方的魂玉却是转身笑道，既然大家的目标都是菩提古树，那自然是要等着一起的。此话一出，在场的所有人都笑了，毕竟信魂玉鬼话的人先前都进凶兽肚子了。对于众人那皮笑肉不笑的反应，魂玉并不在意，脸上依旧挂着笑容，随后指着后方的菩提古树道，这便是我们的目标。不过我们虽然突破了兽潮，但是真正难以对付的还是这菩提古树。众人一听这开头就明白，肯定还有后续，虽然不知道魂玉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说的话到底几分真假，但不妨碍他们多了解一点信息。据魂玉所说，魂族曾有一位先祖疑似遗落在菩提古树手中，而那位先祖的实力是半圣。萧炎他们听到这个消息时，心里都是直犯嘀咕，最终虽说是将信将疑，但众人也将本来集中在魂族身上的警惕心分了一半给菩提古树。你等在这里是不敢单独一人上去吧？陆清扬瞥了魂玉一眼，笑道。被戳破心思的魂玉笑了笑，没有否认，随后身形一转，便是对着那巨大的菩提古树缓缓行去。萧炎的目光在魂玉的背影以及远处的菩提古树之上扫了扫，最终轻声说了一句小心一些，就抬脚跟了上去。九凤以及其他几支队伍也没有过多的迟疑，毕竟不管这魂玉所说的是真是假，他们费尽心机的走到这里，就不可能如此轻易的放弃。好了，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喽，视频都看到这里了，给妹点个赞吧，订阅我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这样就不会错过年内的更新啦。感谢您的耐心观看，拜拜，下期再见。